你再不松开，我报警了。无助的时候，嘿，还有我 ，Say hello， 我想你模糊轮廓，慢慢靠近的我，每个角落，现在沉睡中醒来。我现在有资格了吗？你可以报警了，证据确凿，谁都不吃亏。你是狗吗？我是什么都行，但让我离开你，我做不到。你以为我愿意离开你吗？有一个人愿意陪我走到最后，我有什么不乐意的？祁连，你那么聪明，你知道我没有漫长的未来了，我没有办法向任何人做任何承诺。我不想看到你和奶奶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。我明白，我不往下查了。以后让你担心的事，我都不做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在这等他一会儿。路上小心啊！一路上都在看资料，早饭还没吃呢。啊，证件都带了吗？带啦。我怎么感觉我不像找了个男朋友啊？我像找了一个助理，还是免费的。你是不是忘了有个老板花钱请你做助理呢？没忘没忘。齐少爷，还挺长情啊，还没腻烦这小土妞啊？我哪儿土了？还是涂点好，长得太漂亮了，容易被人惦记。你来了也刚刚好，都不用打车了。啊？把行李拿上去吧。他就那样。我来吧。好。
嗯，谢谢。先把行李放好，下午有个 T 台秀，化妆师1点半到场。好。明后天在招募分部上课，提前把课件准备好，待会给你自由休息。好。你说蒋博这人是不是挺奇怪的？我好声好气的跟他说，让他帮我写个推荐信，哎，他不乐意，然后我骂他一顿，他居然同意了。你说这人是不是找骂？你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，就说了半个小时蒋博的事情。啊，你吃醋啦？当然吃醋。那我问问你，今天过得怎么样啊？过得挺好的。还听到了一个消息，陈方舟打算结婚了。陈方舟结婚？跟谁啊？过年期间有人帮他找的相亲对象，他说挺满意的，因为对方不嫌弃他是个剪头的。剪头的怎么了？人好歹还一店之主呢。不过确实有点快哈。他确定他记住他对象的脸了吗？他父母觉得不错，他也就答应了呗。婚礼估计要在半年之后，应该还有一段时间可以互相了解一下。不是吧？人类为了获取自由恋爱的权利，可是奋斗了上千年。他只是让文明开倒车，回到了盲婚哑嫁的时代啊。他不才26岁吗？着什么急啊？人和人的追求不一样，你看着他心酸，没准他看你也挺心酸的。上次他还说，你要是打算扎根在这儿，恐怕要花上几10年的时间努力。落户口、买房、背贷款，要是收入不稳定，估计直接就破产了，还不如留在他店里来的稳定。那他是不知道，我可能没有这未来的几10年要奋斗了。小袁，未来的事情谁都不知道，我们能做的只有先把当下活好。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晚安。晚安。小袁，我不会让你的未来只有1年。喂，祁连，出事儿了！怎么了？网上的新闻你看了吗？有个叫谢意的演员过红毯的时候妆容出问题了，妆是小袁化的。我看到主办方的人把小袁带走了，怎么办啊？我知道了。何时好啊？江小媛，就是给谢小姐上妆的化妆师。江小媛又是艾米找来，我不管她是不是你们工作室的正式员工，她的行为产生的一切过错，都是由你们来承担。谢小姐，真的很抱歉。我发誓，我真的不会用有问题的散粉。我建议你们调取现场的监控看看。你找人来给我补的妆，你现场又不知道，
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名字放网上，让业内人封杀你？查明事实真相是主办方的工作，这事儿我没做，我就不会认。你做的，你终于肯来见我。这是他的意思，还是你自己的主张？你知道范总的脾气，这种手段虽然下作，但是我也是被逼无奈。事情发展成这样，只能怪你不该带他来这里。你别怨我啊，当初不是我想自己走的，是范总逼我的。你知道，他根本不希望你培养出自己的人。你喜欢攀高枝是你的自由，你不用跟我解释，也不会得到我的原谅。走，你先去忙吧，我接个电话。小莲，你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。有件事恐怕要麻烦你救个急。这么多年，你还没有为什么事情开口求过我呢。说吧。有个叫谢意的演员，我记得她就是谢氏集团谢总的女儿吧？能帮我跟谢总打个招呼吗？今天化妆这件事，她能高抬贵手，后面我会亲自登门给她一个交代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他是我的助理，有问题我来负责。蒋博，谢小姐的妆你都没沾手，这事你就不要来插一脚了。第一，江小媛是我的助理；第二，他的合约都是和我签的，作为他的雇佣人，为他承担责任，合情合理。不是你谁呀？你承担什么责任？我形象全毁了，你赔得起吗？谢小姐，你有什么条件都可以提。蒋博，你别说话。对今天造成的负面影响，我感到很抱歉。作为补偿，我可以给你一次红毯、杂志封面、商业代言、新戏角色，什么都可以。口气真不小。不是，你谁呀？星河杂志主编范晓晓，是我母亲。以上承诺，说到做到。我可没听说过范总有儿子，你说是就是。啊，小博，怎么了？妈，谢小姐正在追究我今天晚上的事故责任，说我赔不起她的形象损失。但我觉得不全是我的事情，他们现在和我在一起呢。妈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解决？行，
你把他带过来。好。谢小姐，请吧。谢小姐，刚刚您父亲来信息说这件事情不要闹得太大，我们还是先去范总那儿吧。啊。突然忘了，还欠你一个答案。其实麒麟只猜对了一半。我当初招你，确实有别的想法，想把你留在身边，用来跟别人做交易。可惜，心软了。实在舍不得你身上这身才华。我以后不会再做化妆师了。但是你一定要好好做下去。小袁，事情我都听说了，谢也为难你了。蒋博替我顶锅了，这事不是我做的，我也不想让蒋博替我浪费那么多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想调一下监控，但是他们不让。等我一下。小袁，进来吧。你怎么跟他说的？他就让你干了？我没跟你说过吗？这家剧院是齐氏集团出资建的。找到了。还有别的角度吗？稍等一下。有了。这里放大一下。好。梅梅，辛苦了。没事。剩下的交给我，谢爷那边你不用担心，不会再找你麻烦了。那我得跟蒋博说一声，省得他动用他家里人的关系。蒋博家里什么关系啊？他是范小小的儿子。
你确定？我来处理吧，你先去收拾东西，我送你回去。行。艾米姐，我那箱子呢？蒋博的化妆箱让范总的人带走了。啊？哦。蒋博真不打算做化妆师了？恐怕是的吧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我只知道他今天带你来是来给你铺路的，谁知道发生这种事情。刚刚我们总公司来电话了，点名说不能聘请，真不知道你到底是得罪谁了，电话都打到总公司了。江小文的数据都正常吗？你既然决定把所有的事情公诸于众，好，那就要想好了，承担所有的后果。走。你看，他的颈部确实有一块芯片，但是现在具体情况还不清楚。等片子结果出来了，你去问一下医生吧。好，谢谢。喂，检查结果怎么样？一切指标正常，大脑没有任何病变现象。从医学角度来说，他现在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。除了被植入了一块芯片，老陈，你劝我带他做一个脑部 CT， 是不是因为你们在霍博宇体内也找到一块？你们对外宣称结案，实际仍在调查霍博宇的死因，对吗？医生怎么说？芯片可以摘除吗？已经和中枢系统长到一块儿了。医生说，这个芯片会影响干扰载体的中枢神经，造成情绪不稳或者耳鸣，也会导致身体免疫系统下降。贸然摘除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芯片的事儿，我们也会帮忙想办法。你多费点心，稳住他的情绪吧。好，我明白。
对了，这件事我不想小远知道，你也别告诉他了。好，我明白。齐先生，正好你的片子也出来了，但是你的体内并没有什么芯片。为什么我跟小袁都参加过灯塔系统，偏偏只有他跟霍伯鱼脑后被植入了芯片？猛犸游戏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？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蒋博那事儿是你爆出去的吗？哎呀，祁连，我把他的隐私告诉你，是因为我信任你。你不能因为你要去对付那个范小小，就把这个事儿给捅出去了。你看看，网上那些人都是怎么说他的。这个人的背景，远比你想象的复杂的多。看看这个。这是蒋博啊！蒋博是范小小和她第一任丈夫一起领养的孩子，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。在她10岁那年，有邻居报案称蒋博一直遭到严重的家庭暴力，但在后来警方上门查访的时候，发现他用一把水果刀捅死了自己的养父。警方发现他对暴力行为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，加上邻居的证词，最终判定他为正当防卫。之后，他在精神康复中心待了4年，才重新回归正常生活。但那时候范小小已经再婚，而且并没有把她的存在告诉给她第2任丈夫。再后来，范小小就对外隐瞒了蒋博，之后他就开始了劣迹斑斑的少年时代。高中就被劝退，之后转去了私立学校，也没有读完。医生给他开具的病历里写过他有躁郁症。他脾气确实有点怪，但是我感觉他的精神状态还算挺稳定的吧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但是以我对蒋博的了解，他现在肯定不会像他小时候这样。而且，你要是把这些爆出去了，他的职业生涯就毁了。但你别忘了，蒋博也是范小小的帮凶。他从一开始接近你就不怀好意，难道你要我眼睁睁看着别人利用你，却什么都不能做吗？其实蒋博跟我解释过了，他没有利用我。喂。哎，兄弟，卢教授那边有诺亚的消息了。祁连，久等了。卢教授，这位是……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白远山先生，曾经是明光实验室的投资人，也是诺亚最早的伯乐，他应该算是最了解灯塔系统的人了。你好。坐。时隔多年，没想到竟然还有人在关注着这件事情。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，尽管问吧。您知道诺亚在哪儿吗？我找了他很多年，始终没有他的任何消息。诺亚，
5年前就已经去世了。明光实验室倒闭以后，诺亚打算把灯塔的舱体细节、研究资料和实验数据一并运去美国，寻找新的资方。结果运输车在半路遭遇车祸，坠下了山崖，人车俱毁啊！那你们有找到他的遗体吗？警方搜救以后找回了他的遗体，做了 DNA 比对。我和其他的朋友一起安葬了他。现在这个猛犸游戏的诺亚方舟项目，其实是抄袭了从前明光实验室的灯塔系统。可惜呀，灯塔系统只留下一些残缺不齐的资料，想要告他们都举证困难。我记得那个叫范小小的人，其实曾经找到过诺亚，提出要收购明光实验室，但是被诺亚拒绝了。我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渠道复制走了灯塔的核心代码。按理说，诺亚不会那么不小心的呀。诺亚他的中文名字是叫许敬阳吗？你连这个都知道啊？他是美籍华人，从小呢被白人夫妇收养，但他的确有个中文名字，就叫许敬阳。人造酒窝，你回来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怎么了？我去见了一个认识许敬阳的人，知道了一些关于他的消息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干嘛哭啊？没想到我找了这么多年的人，却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。他怎么了？他不在了。别哭。别哭了，别哭。走吧。走。你先在这儿坐一下。要不要喝水呀？
你想吃东西吗？如果蒋博没有参与进来，那他为什么会把小袁留在身边呢？给，你要是累了就歇一会儿。啊。我给你煲点汤吧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喝点汤会好很多。事先声明一点，我对他的特殊照顾只限今晚，明天就给我走人。给他煲的汤，他一口都没喝，他也怪可怜的。要不你多收留他几晚吧。那我先回去了。我送你。好。我已经跟学校办好了离职手续，明天就可以搬出来了。到时候去日日家住2天。你可以住我这儿。怎么住啊？你家沙发都被蒋博占领了，难不成你还要赶他出去啊？你睡卧室，我睡客厅沙发，他睡门口，顺便开门。他又不是看门的，你干嘛欺负他？反正工作完了之后，我们就会搬出去的。什么你们我们的呀？到底谁才是你正牌男朋友啊？当然是你啦。蒋博现在处境可怜，我们帮一下也是应该的。收留他一阵子没问题，但过段时间之后，你真的要继续做他的助理吗？他跟我们出来，范小小肯定会在全行业封杀他，估计应该没有人敢用他吧。如果想要生存下去，可能就得开个人工作室了。而且以他的能力，接点私活应该不成问题吧？我就继续给他当助理呗。一来提升自己的能力，二来也能积攒人脉。哦，对了，我想参加今年的全国美妆大赛。小袁，有件事，我想和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说。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事情，我觉得现在可能不是参加比赛的最好时机。准备比赛想必很辛苦，要不然还是先休息一阵子。不用休息，机会难得。
天的样子可不像你了。有吗？那当然了。明天的事儿明天筹呗，反正总会有办法的。你看看我现在就很想得开啊。我原来以为我1年的时间到了，我的日子也到头了，但是呢，我发现你好像没有做实验后的后遗症哦，所以我的心也落回到肚子里了。哎，现在觉得未来简直无限美好呀！突然发现城市的夜景还挺美的哦。江小媛，我一定会找到办法取出你身体里的芯片。好美啊！是吧？是啊。你真不打算跟他说呀？这芯片再不取出来，那是很危险的。不了，我不想影响他现在的心情。等找到风险最小的取出办法，再告诉他也不迟。你们起这么早啊？我给你们带了早餐，你先吃啊，我跟他说点事儿。蒋博啊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，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去参加那个全国美妆大赛，怎么样？我不去。为什么呀？你要是能拿到奖的话，你就可以向所有人证明你是有实力的，这样的话，网上那些恶评都会消散的，生意也会随之而来。没理由不去啊！你难道不知道全国化妆师大赛的主办方是谁吗？我当然知道啊，星河嘛。但是咱们是正规渠道去参赛，他范小小也没有资格剥夺我们的参赛权利吧？就算你能参赛，范小小是大赛的评委之一，他想筛掉什么人，那是分分钟的事儿。我没希望了，你放弃吧。我都查过了。今年大赛新增设了一条规定，所有比赛的人每一轮比赛的每一个作品都要上传官网，这样避免有黑幕，你懂吧？如果咱们的作品够炸裂的话，范小小他一个人也干涉不了。你仔细研究过报名资格吗？中级证的化妆师都可以吧？独立化妆师要持有高级证才能参加，只有以工作室名义报名参加的团队，才能夹带一定的中级化妆师一同参赛。哦，哎，那正好哎，咱们成立一个工作室，你以后再当化妆师也需要工作室的，怎么样？我懒得跟你说。哎，你坐，那个我去帮你拿啊，你坐。来，热的。我是要喝水。哦，我帮你倒啊。我也想喝水。你先自己倒啊。不是，你都什么毛病啊？伺候我上瘾了吗？我之前发你工资的时候，也没有见你对我这么殷勤。你现在是在可怜我吗？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我不一直都对你挺好的吗？
江小源，你不用再讨好我了，行吗？我不会去参加比赛，我也不打算开工作室。你把我从家里捞出来，我真心感谢你，但并不代表你所有的要求我都会答应你。以你的能力，一谋高就吧。还有，我不想带个拖油瓶。你说这话太过分了吧？要不是小袁，你现在还被范小小关着不见天日。那我就得赶去替林。哎，你们好好说行不行啊？小袁，你先进屋待会儿，我跟他单独聊聊。小袁昨天救你的时候就提过，他愿意继续做你的助理，跟你一起开工作室。你要是不愿意，当时怎么没反驳呀？开工作室哪有那么简单？更何况以我现在的处境，他跟着我能有什么出路呢？他找个好点的团队，不比跟着我强吗？看来你还知道自己现在是个什么处境。小袁处处帮你，就算知道你是被范小小吩咐着来监视他，他都没有记恨。结果你就这么对待他。我招江小源不是范小小的意思。那是谁的意思？还轮不到你来问我。你还跟我装傻？要不是我们保你，你觉得你来之不易的自由能维持几天？你威胁我？对，我就是在威胁你。我不是江小源，跟你没情分。你要是不能对我有价值，我何必趟浑水救你？我当时在书房看到江小源的资料，猜测星河可能会招他，所以我提前把他招到我手里，想着以后能跟我妈谈条件。范小小的书房里，除了这份资料还有什么？我记不清了，当时拿了我就走了。那他为什么关注江小源？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？我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你怎么就这么烦呢？行，你不想说，我也不会逼你。但这样一来，你对我来说就没什么价值。我现在就打电话给范小小，通知他过来。你把我送走，你准备怎么跟江小源说呢？你现在想起来江小源了？你不是不愿意跟他一起开工作室吗？我是为他好。那也要他自己觉得好才行。江博，我会愿意帮他救你出来，是因为你对他来说还有价值。所以他想跟你一起开工作室，你不用顾虑别的，陪他开就是。是吗？你就不怕这丫头以后对我越来越伤心，抢了你的位置？你要是真有这个本事，就试试看。你们聊完了吗？聊完了。他答应陪你一起参加比赛，还有开工作室。真的啊？那太好了！你怎么说服他的？他就是个受虐体质，不习惯别人对他好，怼他两句，什么毛病都没了。那我们得快点行动起来了。距离大赛报名截止不到1个月了，我给你说一下我的想法。来，你坐，你坐。哎，齐言，你先工作去吧，我跟他商量点工作室的事儿啊。哎，我是这么想的。不急，我们先，我可以和你们一起聊。今天就当成我们全体合伙人的初次会议吧。啊？你也要参加啊？呵呵，看来有些人自作多情吧。
为什么不带我？你不会没装啊？再说了，你工作那么忙，哪有时间啊？那你没有启动资金吗？我有。小杨，我这有50万，可以全部入股，算你20%技术股，工资5000，提成立万算，怎么样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我们是不是得给工作室起个名字啊？比如说什么千华？哦不，晚风，晚风怎么样？死你！那你说叫什么嘛？哦，叫博源，博源行不行啊？我去上班了。干嘛呀？你真不打算让他入股啊？我不打算。情感这种东西啊，要是和利益牵扯在一起，那就不纯粹了。而且你的喜怒哀乐也会跟着受影响。如果两个人站在不对等的位置上，这段关系迟早得结束。哎，工作室到底叫什么名字啊？起名字嘛，随便取一个都可以啊。开工作室没那么简单，事情多得很。这不有你的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两个人分工效率很高的。我是天才，你见过天才管这些俗事吗？我准备睡了，你自己忙活吧。哎，合着这都是我的活儿啊。这么晚了才回来呀？怎么还没休息啊？还在忙工作室的事啊？我刚整理完资料，想着还有点时间，就看看别人的工作室是怎么运行的。您见过这种芯片吗？见过，这是我老东家生产的一款医疗芯片。用法嘛，就跟这上面一样，植入脑部，与神经中枢连通以后，可以用来记录人的神经元信号。说起来，诺亚就曾经向总公司申请过这样一批芯片，说是打算给将来的实验者植入，以便对灯塔系统做个升级。可惜啊，他什么都没来得及做，就出事儿了。哎，你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呀？那您知道这种芯片要怎么取出来吗？想要取出倒也不难，就是要等满1年。1年以后，芯片会自动从神经系统上脱落，进行微创手术就可以取出了。就这么简单？难道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损伤吗？只要操作得当，当然是安全的。但是要在脱落之前强行取出的话，恐怕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。被植入的人也要小心避免剧烈撞击，以免芯片错位。怎么了？等我一下。
我江小媛以此为证，我欠了祁连一份恩情，以后一定赴汤蹈火，替他办成一件事。如有违背，就让我永远回不了家。我来找你兑换心愿，可以让我加入你的工作室吗？你都把它拿出来了，我还有拒绝的余地吗？你为什么一定要加入啊？我可不想跟你扯上利益关系。沈方舟的美发店不也是我投资的吗？我看中了你的实力，觉得你们工作室未来肯定能火，趁机当个大股东，多好。就你心眼多。小袁，我只是不想你太辛苦了。再过一段时间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你俩能不能不要那么腻歪，让我好好睡觉行吗？吵醒他了，我去给你热杯牛奶。这么快就到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慢点啊。吃饭了。吃饭了。快吃饭。江小姐，我就不用自我介绍了吧？前2天祁连找过我，说是希望替你们要一张全国化妆师大赛的邀请函，不过我没有答应。动用私人关系参加比赛确实有违公平性。江小姐，你的定力不错呀。我说了这么多，你还能装作若无其事？你的父母难道从来没有教过你，人要自珍自爱，重信守诺吗？祁先生，你要是对我有什么不满，可以提，没有必要指责我的父母。好，那我就直说了。当初祁连是为了你，才跟那些小混混结了仇，结果连累他那些朋友都卷了进来，还有一个孩子命都丢了。
你装什么糊涂啊？饭也不吃，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刚刚公安局来电话，那帮混混都已经被抓了，一会儿啊，你也要去公安局做笔录。吃饭了。都结交了一些什么样的狐朋狗友啊？为了这些人，失去了自己高考的机会，完全不知道轻重。你觉得你这样做值吗？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。吃完饭，我送你去局里。祁连，我有急事找你，我在理发店门口等你。江小媛。又是这个江小媛。你就是江小媛？您是？我是祁连的父亲。哦，叔叔好。我在等祁连，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吗？他不会来了。为什么？我还想问你呢呀，你为什么非得缠着我儿子不放啊？年纪轻轻的，就开始学人攀富贵了。他不愿意帮我就算了，我们只是好朋友关系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你和祁连的事情我都知道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接近他的目的，不就是为了攀高枝吗？我和祁连的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是吗？你们家这么多年负债累累，最近奶奶的病情严重，你和祁连在一起，不就是为了这个时候能帮到你们家吗？我今天见他确实是为了借钱，因为我奶奶病情恶化了，我急需2万块钱的手术费。要帮忙不用这么复杂。哎呀，你不适合祁连，还是早点离开他吧。祁连是个重感情的孩子，那段时间他天天做噩梦，高考也因为打架耽误了，精神方面也受到了创伤。为什么他好不容易康复了，你却还要来害他？江小姐，你不就是想要这次全国化妆师大赛的邀请函吗？我可以给你，但请你放过我儿子，永远离开他。进迷惘的森林，忘记曾经的拥抱和谁的约定。你傻了吧？回来灯也不开。小袁，我这儿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要听哪个？你爱说不说。不听拉倒。那我跟你说那个坏消息吧。坏消息就是大赛报名通道关闭了。
但好消息就是增加了美妆博主报名通道，只要有一定播放量，还有粉丝达到一定数量，就可以参赛了。你看，海选试题和参赛证，我们都给你要回来了。这话太多了，一开始就告诉他报名成功了不行吗？陈，你高兴傻了吧？笑都不会笑了，太少了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就是突然能参加比赛了，心里特别的高兴。让一无所有的我想找回自己。部长啊！小雨，你这画的是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这几片叶子是想来干嘛？挡脸？拿回去重画。全国化妆师大赛的海选已经开始了。本次比赛云集了100家国内顶尖的化妆工作室，他们将在这里为成为国内最好的化妆师而展开激烈的角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的网络票选选手江小媛为我们带来了一份惊喜。她的水平在一众作品中格外出挑，票数遥遥领先。网友们都说呀，这次的全国化妆师大赛，涅槃工作室将是夺冠热门。全国化妆师大赛已经进入最后一轮预选赛，50进20，竞争可谓是十分激烈。究竟会有哪些工作室脱颖而出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总算是顺利晋级最后一轮了。这届孩子真的不太行啊，一个个创意这么保守，显得他跟个天才一样。
你怎么就不愿意承认小袁确实天才呢？这是海选赛，随便眨眨眼都能博个眼球。等他进了前20，才是比赛真正的开始。到时候拼的可是基本功和经验。你觉得他能跟那些大工作室实战好多年的人比吗？给你看看。吃点东西吧。又通宵画方案了。第3轮的题目是什么？春日新娘。那正好是你擅长的领域。这方案不行。佳媛，你这个黑色指甲画的是什么？还有你这头上叠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你没有看到我加了甜美元素还有清新元素吗？我是看到了，生拼因素还不如没有。我觉得这个方案挺好看的呀。小袁最擅长的是给造型做实空间构图和视觉冲击力，这个作品怎么也不比前2人差吧？他这一身的毛病都是被你给惯出来的。你真以为他前2轮完成的很好吗？那也不至于很差吧？要不然网络投票怎么会那么高？观众就图个新鲜罢了，谁会为你的职业生涯负责？1、2次的爆火，真以为自己了不起了？你这个作品，除了生拼因素还留下什么？一点灵魂都没有。那灵魂那种虚头巴脑的东西，不是吹一吹就可以了？是我们参赛的选手中是有那么几个是从大工作室出来的，那你拿出来的东西不就那么回事儿吗？然后评委还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吹，啊，你的灵魂好棒哦，好有灵魂哦。行，你要真这么认为，满足你这些哗众取宠的作品，你就趁早弃赛。哎。可是这已经是我拿出的最好的水平了，我已经1个月都没有好好睡觉了，真的很困。不行就放几天假吧，放松放松，说不定还能找到灵感。后天是陈方舟婚礼，跟我回趟洛杉吧。好。还在画春日新娘？没什么思路。那就先吃饭吧。我一会儿要去见个供货商，顺利的话，应该可以解决店里化妆品的采购问题。你这个合伙人也太敬业了吧！所以啊，只能吃的简单点了。咖喱饭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你做的咖喱饭？为什么是咖喱饭啊？因为我当时都快饿死了，然后你就给我端出来这么大一锅咖喱饭，吃的我可饱了。然后你吃了我给你做的饭，还差点把我当成连环杀人犯。这怎么能怪我呢？哪个正常人会在家里贴那种照片？说起来，我学会做饭还是因为许静阳。他在医院那会儿，我天天跑去给他送饭。那个时候觉得特别对不起他，害他摔断了腿。现在才知道，原来都是梦里发生的事情。
那边应该快到了，你先吃，吃完早点休息啊。那你还没吃完饭呢。来不及了。你等会儿，外面冷，多穿点。早点回来。知道了。快吃吧。嗯，拜拜。你说你来了也不告我一声，你太突然了。来，快快坐。哎呀，我给你倒水。哎呀，你可真行啊！你不是快结婚了吗？怎么还工作呢？嗨，这服务行业就这样，客人有需要我们就得在呀。来，喝水。哇，好暖和。对了，你最近怎么样？我挺好的。对了，你吃饭了吗？我给你订饭。不用了，陈哥，我不饿，你坐吧。啊。陈哥。啊。我就是想多了解一下祁连毕业前到底经历了什么。啊。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？祁连他爸找过我了。这样啊。你知道祁连跟他爸关系不好好多年了吗？能猜到一点吧。他也从来不跟我提他爸，我也没问过。他上初中那会儿，他爸有个私生子来学校闹过，后来他爸妈就闹离婚，谁都不要他的抚养权，然后就各忙各的工作，然后就把祁连放在乡下，随便他怎么折腾也没人管他。再后来，杨子的事发生之后，他爸就意识到祁连也是需要人关心的。难怪他不爱回家呢。他还说，他回家家里没有人等他。他爸的话你也别太当真。只要在祁连最自暴自弃那几年，他遇到了你，他才没有对人生失去信心。我现在还记得，那功夫他拉着我们一起去复习，说什么要跟你考同一所大学。那他为什么没有跟我上一所大学？杨子的事儿，不会真跟我有关系吧？他是为了救我跟杨子，才跟人打的群架，结果受了处分，不能参加高考。而抓我跟杨子那个黄毛，又是因为你跟祁连结的仇。那功夫也怪我们，都是半大不小孩子，气头上来了就打了起来。结果杨子不慎摔下了楼，送到医院的时候没救下来。后来祁连也坚持不让我们告诉你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都不知道。那祁连呢？以他的性格，他肯定很内疚吧。后来他好一段时间都在看心理医生。他说他只要一闭上眼，就能看见杨子的脸庞。我那功也希望你能多陪陪他，帮他走出阴影。但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你去了重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。
就连电话号码都换了，你俩之间就断了联系。谢谢。陈方舟跟我说，你在他办公室里哭，怎么劝都劝不住。你们都聊什么了？不告诉你。不告诉我我也知道。我爸找你了吧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让你离开我。不是因为这个。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，你不恨我吗？恨你什么呀？恨你害死了杨子，那就太不应该了。但凡我们当年能够成熟一点，也不会酿成那样的悲剧。你爸还跟我说，我当时拿了他一笔钱，就离开你了。那个叫杨子的孩子，之所以会没命，不就是因为这个江小媛吗？杨子的事跟他无关。跟他无关？那你怎么不接他电话呀？你敢告诉他你现在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你都告诉他了，你都跟他胡说八道什么了？混蛋！我什么都没说，是他有话让我传达给你。他说他已经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学校，以后不想再看见你了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他还开口跟我要了钱，给他奶奶去看病。你看你现在还能打通他电话吗？这是他写的字条，你自己看看吧，看看可能不可能。一群狐朋狗友。本人江小媛借走了齐茂清2万元现金，并保证与其连一刀两断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当时我气得够呛，觉得你怎么这么狠。可后来长大了，也想通了，你只是想要救奶奶，无可奈何罢了。想必我爸也跟你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伤到你了吧？其实我应该找你问清楚的，因为你那么难过的时候，我都没有陪在你身边。而且如果洛杉矶没有遇到的话，没有重逢的话，你之前经历的那么多，发生那么多的事情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知道。我只会当成你是无情无义，连句道别的话都没有就丢下我了。江小媛，你不是说以前的江小媛已经死了吗？现在的你是全新的你，我跟他之间那些事儿，你难过什么劲儿啊？我是这么说，但是……好了，别但是了。虽然有些曲折，
但我们现在不是开心的在一起的吗？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。都过去了，别想了。起来。干嘛？回家。无助的时候，麒麟，我想到春日新娘怎么画。你知道木槿花的花语是什么吗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女朋友现在需要回家休息。心中 I could just go anywhere with you. You are my favorite thing to do. 你会不会打给我？深藏的脆弱 My heart's only here. 没想到这个灵感还挺有效果的哈。所以木槿花的花语是什么？温柔的坚持，永恒的美丽。我记得木槿花朝开夕落，为什么它能代表永恒的美丽？因为当一朵木槿花开败凋落，它还能陆续盛放出许许多多。哪怕是朝开夕落，它的花期却很长很长，仿佛生生不息，源源不断，所以才会有永恒的美丽。那真的跟你很像？不对，是跟你很像。这段时间恍如隔世，要是医院那天没有遇到，真不知道现在会怎样。这大概就是命运使然吧。有个问题，我一直没想明白。什么问题？为什么你都不记得我了，却还记得我的手机号码？那明明是我爸的手机号。那你还背得出其他人的手机号吗？背不出啊，谁没事背人手机号啊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在灯塔系统看到的一切，都是有现实映照的。那些曾经在我们记忆里停留过的人事物，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眼前？或许恰恰和我们的心愿相依成。你是说我能背出你的手机号也是有原因的呗？高中那会儿，你一遇到麻烦就给我打电话，这个手机号我就没换过。后来出国读书也一直留着它，大概是在等你打给我吧。但是我一次都没打给你吧？是啊，你一次都没打给我，但你依然记得它。即便是去了灯塔系统的世界，你也依旧没有忘记。你嘚瑟什么呀？你不就想说你在我心里很重要吗？张小媛，你的潜意识从来没有忘记过我。我知道了，你炫耀什么呀？你在我心里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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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重要，行了吧？还差一点吧。小袁，今天怎么来这么早？你过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你稍等一下啊。20强名单出了。哦，我看了，没有我。我知道大家可能会对部分选手的比赛结果迟疑，所以我们专业评委的评分最后呢也是会拿出来公示的。我们很尊重大家的意见，30%的最后的比赛结果是来自于网络的，但这毕竟是一个专业的比赛，所以专业评委的他们的意见，我们也会充分的去尊重。
那对于热门选手江小媛没能晋级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哦，江小媛，她好像是第21名是吧？对，好遗憾呀，就差一点点。确实，她挺聪明的，而且也很懂得比赛的策略，会博人眼球。但是我们这毕竟是一个专业类的比赛，有业内的标准，光会耍小聪明肯定是不行的。现在的情况很不妙，范小小公布了专业评审的打分，至少在程序上，就不存在所谓的黑幕了。我就知道他会这么做。对不起啊，让你白忙活一场。你道什么歉啊？没有你，他一样会针对我。可惜了，20强之后就会录制真人秀。我原本想着你能录上1场也行，没想到这么快。那是因为他怕我们一旦有了曝光的机会就能翻身。要是我也能参赛的话，说不定能夺冠呢。江小媛，我有个问题很好奇，你哪来那么多自信？大哥，有绝世好导师天天在旁边指导，就这么自信，不行吗？行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他们就是怕我红，红了之后就会彻底脱离他们的掌控。关注你的人越多，他就越不好对你下手。有些秘密到时候就藏不住了。江小姐，看来你没有听进我的忠告啊。齐总，我个人的事情不需要你管。你糊涂啊！被这个女人骗一次还不够，还上赶着替她卖命。我们齐家是不会让这样的女人进门的。齐总，都什么年代了，您门第观念还这么重呢？再说了，我能不能进齐家的门，好像您说了也不算吧？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我是祁连的父亲，你看见了吗？他怎么跟我说话呢？要想获得别人的尊重，首先您得是一名称职的父亲。祁连最需要人关爱的时候，您这位父亲在哪儿呢？还是等他肯认您了，我再把您当长辈吧。咱们走吧。唉，气死人了！白跑一趟不说，还多得罪了个资方，这下是真没可能继续参赛了。以后还有机会，我相信上天不会辜负努力的人。对，现在工作室的订单也变多了，即便不靠参赛曝光，我们也可以稳定发展，
将来我还可以考一个高级证出来。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？要想得到一样东西，首先要让自己配得上它。哎，我刚才对你爸会不会太过了？不会。可是，他肯定不会让我进你们齐家的门啊。大不了，就我进你们江家的门，上门女婿，收吗？你可想清楚啊，很亏的。不亏，以后你就是一家之主了，记得罩着我。好，罩着你。你是不是之前脑部做过什么植入手术啊？那个脖子后面有块芯片了。芯片？从你近期的症状来看，比如说四肢痉挛、看到幻影，很大程度上跟这个手术有关。我还是建议啊，你还是到以前给你做手术的这个医院去问一问。那您能看出来我这个手术是什么时候做的吗？从这个刀口来看呢，应该快1年了。你们医院能帮我取出来吗？这个手术的风险比较大，很大概率啊会对你这个神经造成损害。但是如果不取出来的话呢，很有可能还是会对你这个神经系统造成损伤。我还是建议啊，你还是到你以前那个医院去问问吧，毕竟我们对芯片的植入状况也不是很了解。芯片这件事，祁连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上次我住院，你让我留院观察2天，就是因为这个芯片吧？你都说好了什么都不瞒我的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没告诉你是担心你害怕。其实它不影响你生活的。影响的，医生说了，取出来会有影响。不取出来也会有危险，我不想像霍国宇那样。别哭了，我已经找到这块芯片的研发公司了，可以安全取出来的，真的没事儿。好吧，现在除了相信你，也没有别的办法。那，开心点儿。你又把我当小孩。你不就是小孩吗？走吧，送你回去。如果你还满意的话，下次可以再来。好的。稍等我一下，小袁，你怎么才回来？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好，等你的。
你好。你好，我是国际美妆的总经理。我非常喜欢您参赛的春日新娘主题作品，可否方便谈谈合作？啊，好，您坐。进来。江小媛凭借之前的作品跟我们的品牌方达成了合作，品牌方已经答应为江小媛开批复合同的。他可真有本事啊！那既然是品牌方的意思，我们是不是？我用得着你提醒吗？啊！对不起。抱歉，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，老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抱歉。没关系的，范总。范总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您是头疼了吗？你先出去吧，我自己待会儿。范总，您每一次进入灯塔系统改写记忆，都会遭遇临界点，过不去，您又会借助灯塔系统再次改写记忆，这样循环往复，都已经7次了，您的身体也到了一个极限。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您的整个神经系统也会崩溃的。这么多年，我花了这么多钱让你们升级系统，我等的就是这种答案呢，啊？我要你的解决方案。如果我们能尽快的找到一个成功实验体的数据的话，也就是江小媛脑部芯片，我想应该能够完成升级。不能再等了，要尽快取出江小媛的芯片。要是等她参加决赛，获得更多的关注度和曝光度，就很难下手了。20强决赛的录制将在7天后正式开启，届时请选手自带1名化妆助理，共同完成任务。请助理要不少钱吧？我一个人去得了呗。别人都有2个人，你就1个人，不怕输在起跑线上？他做那活我也能做，能省则省呗。抠死你得了！我就抠。喂，祁连。喂，范总想见你。让他死了这条心吧。蒋先生，范总割腕了。
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为什么要来到他的世界？江小姐，您再回来，总裁来着急。许特助，你在我们的世界已经成为了可以呼风唤雨的小公主，而现在的世界，您连生存下去都是问题。您还在担心些什么呢？江小姐，您应该回来，你必须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他怎么样了？医生说只是低血糖，但我们都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白先生，你不是说芯片绝对安全的吗？为什么他现在的状况越来越差，连正常生活都开始受到影响了？芯片本身一定是安全的，我可以保证。它的作用只是记录数据。江小姐最近是不是开始看到一些幻觉了？或是偶尔有头痛、耳鸣、四肢不受控的情况？是，我都不敢问他是第几次了。我怕问了，他反而会更害怕。我跟他说过，只要芯片取出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可现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最后到底会变成怎么样。据我所知，这可能是灯塔系统实验者的正常现象吧？正常现象？上一个在我面前的实验者他已经死了。你别激动，别激动。灯塔系统可以给人创造梦境，改写最痛苦的记忆，但实验者终归还是要回归现实的。人的大脑呢，也会本能地对外力做出抵抗。当这两种力量到达某个临界点的时候，就会出现我说的那些症状。不管是你还是范潇潇，都经历过这个阶段。那诺亚当初是怎么帮我度过这个阶段的？你们设计实验难道没有应对方案吗？抱歉，诺亚也是经过实验才观察到这个现象的。当初他给不了你们任何技术上的支持，应该是你自己克服了这个临界点。那范小小呢？他的实验结果是失败，是不是也和这个临界点有关？恐怕是的。所以小袁现在的实验结果都还只是未知数，对吗？那现在就没有任何我可以为他做的事情了吗？真的很抱歉，我记得诺亚曾经说过一句话：天助自助者。
7连，醒了？头还疼吗？医生说你太忙了，有点低血糖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突然有点饿了。等着。特意买了2个你喜欢吃的菜，结果一回来，你就倒在地上了。我发个朋友圈纪念一下。那个，明天咱俩去约会呗。认识这么久了，还没有正式约过会呢。好。为什么觉得下有点辣？我想骑自行车，我还想放风筝。无助的时候，嘿，还有我 ，Say hello， 我想你模糊轮廓，慢慢靠近的我，每个角落，现在沉睡中醒来。等待着你很久 I could just go anywhere
关照。请多关照。你的自我介绍呢？祁连，自媒体人，有幸能与江娜小姐共进晚餐，荣幸之至。自媒体人啊，我从不跟无名之辈吃饭的。虽然是无名之辈，我愿奉上一颗忠心，献给公主殿下。深藏的脆弱，My heart's only here for you。Here for you。我今天好看吗？你在我眼里，早就像星辰一样耀眼了。那你会永远记得我的，对吗？如果时间重置，还敢？我祁连，不要哭好不好？你哭了我会更难受的。身不由己的事情就交给命运，至少这一刻我们是在一起的。祁我会永远爱你的。你别哭了。